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黑夜的微光闪烁着，指引我步步走向你，跳动着独立的两个心，才接近命中注定。只叫我们离的是你迷离的眼睛，你看着我，我很确定是爱情。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我们拥有交织的星球，我们睡在最美的天空，我们牵手的你很沉重。恭喜各位进入复试。今天的考题是为一间40平米的小房子做空间改造，业主是一位半身瘫痪的中年男士，和他60多岁的父亲同住。开始。时间到，谁想先来做评阐述？我的设计主旨是打破圆户型的空间格局，开放式设置空间。你看这个，方便房主在室内的活动，而收纳则更多的利用上部空间，如吊柜、上下床位等。你是指望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和一个60岁的老人每天上蹿下跳吗？我的设计主旨呢是突出一个方便，然后既要保证空间的功能性，也要有它的安全性。考虑到房主及家人是残障人士，空间设计上肯定是把安全便利放在第一位。你看看，空间太小了，可操作性实在是有限。下一位。我的设计主旨围绕的是解决基本的生存便利展开的。这是一间位于1楼的40平米的小房子，面积狭小，住户是2名行动不便的人士，而楼下呢正好是车库，在入户门的地方，我把它设计成电梯，打通房子和车库，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出行的问题。而卧室，我们采用的是壁窗设计。这种隐藏式的设计能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为行动不便的住户提供最大的活动空间。我觉得他这个设计挺好，确实不错。我们这次的考题切入口很小，这个不染能挖掘出房屋使用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在需求，倒是个有温度的设计师，很符合老板您的要求。能够做到这么细腻，可见他真诚的态度，是面试者中少有的亮点。他要是加入品上，一定大有可为。现在公布通过面试人员名单。赵磊，不然，恭喜2位通过本次面试。妈，我终于找到设计师的工作了，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哎，稍等，还没找你钱呢。哎，
您就安心住院吧，医药费的事情不用操心。等我一会儿接了我爸回去，我们团聚，咱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小姐，给您钱。谢谢啊。妈，我到了，不跟你说了啊。爸，有钱吗？您要钱干嘛呀？我在里边关了7年了，那出来不得泡个澡、按个摩，喝点小酒，享受一下新生活呀？快点！怎么，都舍不得给你爸点钱花？您就不问问为什么只有我来接你吗？是没看见咱家车。您都不关心我妈在哪儿吗？妈被2叔一家气到心脏病发，幸亏抢救及时。我先带你去医院看看，走。马医生，这工作再忙，也要叮嘱好病人配合治疗啊。思琪只有每次都按时治疗，这效果才会出来。遇到像你这么认真负责的医生，我才敢偶尔开小差的。放心吧，之后我一定会按时按点的盯着他来针灸的。还需要40分钟。明白。爸，这边。妈，您看谁来了？明德。我爸一出来就马上来看你了，让他休息一下都不肯。正好我也有事儿，让我爸好好陪你吧。明德，你受苦了，我天天盼着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团聚的时候。可是我这身体不争气，才给你看病，花那么多钱，舍不得给我一点买酒喝，真是个孝顺的闺女。白眼狼。小冉，你也真是的，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们好一起接他去啊！是呀，我就说怎么满屋子都是酒味儿呢？小才子，哎，这几年没见，发福了你，有钱吗？啊，钱？可惜，等会儿给大哥赚点钱。你看大哥现在的样子，连生存能力都没有，大嫂又病病殃殃的，不然啊，你懂点事儿，赶紧找工作。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我可真羡慕你们这一家，没工作还能白吃白住，有钱花。也是，谁会招一个妈妈常住院、爸爸又坐过牢的人去他们公司呢？够意思，多谢啊，弟妹，谢谢啊。叔叔的消息也没有很灵通啊。
你还不知道我马上就要入职品上了吧？我已经告诉奶奶了，奶奶对我特别满意，这还要感谢叔叔婶婶的不作为。你要是这么快能进品上啊，那我明天能当那就拭目以待。你最好像你说的那样，不然迟早被赶出家门。哼。喂，你好。布兰女士，非常抱歉通知您，由于我们查出您的设计和泰勒老师出版的作品集非常相似，我们合理怀疑您有抄袭行为。哎，不是我，所以本次面试结果无效，您不能进入品上。哎，喂。录用了又取消，品上没有这样的先例。老板放弃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她是易敏德的女儿，品上绝不能让易家人进入。陆总，我没有抄袭泰勒，是他窃取了我的作品。这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跟您解释过了，我才是那个受害者。如果你们要因为这个原因就取消我的面试资格，那我不接受。不接受又能怎样？泰勒是有社会威望的资深空间设计大师，你呢？一个肄业学生，一个枪手，还是一个名声不怎么好听的女人。你觉得我应该相信谁？我能证明自己的能力。能力？哼，能力再好，但人品败坏、背信弃义，靠出卖别人获得利益的这种人，能力再好我也不会用的。喂，你回国了？正好一会儿找你。可以啊，秦徐，你调查的还挺清楚。收工。这才几天啊，你收工也太轻松了吧？别急。你老公出轨的证据我已经发给你了，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我不要报酬，你把你名下福月阁那套房产低价租给我。好，合作愉快。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不信我搬到陆慈阳对面住还找不到机会。不然，我虽然愿意帮你，不过我也挺替你担心的。你想利用陆岑阳成为你手里的王炸，事实很有可能是你变成他手里的1对3。二叔一家对我严防死守，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虽然我现在还进不了品上，但如果我靠实力解开了和陆岑阳的误会，又未必没有机会啊。毕竟品上看重的是设计。陆岑阳呢是误会你抄袭泰勒才讨厌你，既然是误会，早晚能解开，放宽心吧。嗯。陆总，您这么早下班啊？你要干嘛？物归原主。为了还风衣，特地找到这儿。你能替我搬家吗？不远，就在你对门。所以你明摆着是冲我来的。是啊，你说的对。这儿房租可不便宜，这么舍得下血本，看来你企图不小啊。当然了，如果一不小心被陆总发现了我的设计能力，品上的大门也不是永远关上的。再说这远亲不如近邻，
我看您是舍不得搬离福月阁，那我只好搬过来了，是不是很有诚意啊？我帮你搬。得，那我先给您摁电梯。我今天开门红，不仅跟陆晨阳打了招呼，还让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还跟我提诚意。他们一家人有诚意吗？果然跟他爸一样虚伪。我是笑得虚伪了点，但他应该看不出来。他看我这么努力的想成为他的员工，一定会很感动。他装模作样的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是他小看我了，还是高看他自己了？那你很快就能成功了。他花了3年的时间，把品商做到现在的规模。直接跟一花叫板，这个人应该很有头脑，可能没有看起来的好对付。要对付他，就直接告诉他，不让他进品上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家人，让他死心。像他这么死皮赖脸的人，你越是赶他，越容易激起他纠缠的斗志，反而不如让他以为自己看到目标，却要一次次的承受打击更有意思。谁让她是易敏德的女儿？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来都来了，谁也别想让我空手而归。嗨，既然决定长期奋战，不如把这里当成作品来做。一来住着舒坦，二来让陆晨阳好好开开眼。看看什么叫有温度的家。我得想办法让他看到我的设计作品。帮我剪一下。谢谢。龌龊！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这，看这里。情绪这么低落，
老铁，我太过理想化了。我以为我在国外有那么多的案例，只要陆子阳看见，他一定会动心的。结果他连他也看他都懒得看一眼。短暂受挫可以，但心气咱们得越挫越勇。对陆岑阳请君入瓮行不通，那咱们就来个抛砖引玉。怎么个抛砖引玉法？首先，我们一定要承接一个能够一战成名的设计项目，一定得是陆岑阳不能忽视的那种。现在哪有这种项目啊？我自有妙计，去我家你知道。走。请进。挺温馨的。这地段的房子不便宜啊。那必须。20多年前，我妈一个人领路出国，各种脏活累活都干，对自己可是特别的抠。我以前呢还总怪她不给我买礼物，等她撒手人寰了，才发现她一次性给我送了好多套房子。我妈对房子有执念。我之前听她说过，我爸是建筑设计师出身的。我想她要不是太恨他了，就是太爱他了。怪不得你会跟我做朋友。你是在我身上找爹的影子呢。去你的！怎么样？我这个房子交给你。你这不都装修过了吗？我这些装修都太老旧了。你铺垫这么久，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设计房子？那你肯不肯中计吗？我是最了解你的设计师，你要是把这个房子交给别人，我还会生气。不愧是我的老铁，靠谱。对了，今天让你过来主要目的其实是这个。我偶尔也会去做捐款，只要是捐赠人，每年都会收到福利院的定制台历。福利院的设施老旧，最近需要改建翻修。我打听了一下，品上这次对改建非常感兴趣。怎么样？要不要挑战一下？你帮我引荐一下。明天带你去。岑阳，跟我回家吧。以后我会教你很多东西，等你学会了本事，可以帮福利院做更多的事儿。你喜欢棒棒糖啊？什么味儿的？我最喜欢柠檬味儿的。我家女儿，她也是你妹妹，她喜欢草莓味儿的。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我喜欢柠檬味儿。我有过草莓味儿的棒棒糖，只是让给别的小朋友了。你真棒，这么小就知道分享。看来啊，以后我要多向你学习。希望你以后多给我相处的机会。
走了呀？姐姐鞋带开了，等系好了就带你回教室。这么巧你也来献爱心啊？早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来了。巧吗？我看有人是假借献爱心，其实另有所图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如果你是秀道福利院改建才过来，你最好别打这儿的主意。像你这种以抄袭别人作品为生的菜鸟，没有资格成为改建这里的设计师。有没有资格是靠水平说话的，不是陆总的嘴。